Lady Go！ 嗨，大家好，我是泰。大家好，我是小静。这个问题身边蛮多人问的，就是孕妇啊跟小孩可以喝茶吗？其实是可以，我们先讲好了，可以喝，但是要少量。医学上来说，其实不会建议太小的孩子去喝接触茶品，再来是又跟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先界定清楚体质，再来是岁数。那我当然不会建议太年轻的小朋友喝。因为年轻的孩子们他会跟爸妈一起，爸爸喝茶他也要喝。如果爸爸要给他喝可以，我建议是稀释，或许1:100、1:50的比例，给他非常淡淡的口感。孩子们的口感是非常的敏锐的，不要给他太浓的茶喝，因为茶刚刚讲到茶都有咖啡因，他们或许晚上会睡不着。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常跟奶奶喝茶，整个半夜都好清醒，睡不着跑出来想要看电视就被痛打一顿。所以第一个要适量，第二个年轻岁数的孩子尽量给他喝淡一些比较好。好，再来是体质的不同，孕妇也是要看体质，喝淡一些。再来是如果真的要喝茶，我们避免高咖啡因含量的茶品，我们选择比较低咖啡因含量的，比如说普洱生茶，尤其是古树普洱茶，它咖啡因含量低，再是红茶咖啡因含量低，再来是大部分喜欢喝茶，先吃一点东西垫垫胃吧，不要空腹喝茶，不然茶碱会刺激胃部。但还是看人。对，这个都是刚刚我们讲的看人跟看茶好不好？茶好不好，这是当下状况，这个都要调整，这个没有一定的定数。然后再是，如果怕咖啡因刺激，避免睡前喝，像我们一些茶友是，他们中午或甚至1-2点就不喝了。我说没有关系，那你就早点喝，这样子。但一样看体质，还有看茶好不好？是因为体质也是会随着年龄跟饮食、运动会改变，所以这个东西大家是控制量，选对茶，注意时间，去做调整。好，下面题。这也是我自己蛮好奇的问题，就是泡茶可以用冷水吗？就是冷泡茶跟热泡差在哪里？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听到，就是有朋友跟我分享很好的高山茶包，然后他跟我说这一定要用热水泡，是，然后那时候我就他说一定要用热水泡，但结果我就去尝试着用冷泡的方式，还真的泡不出来味道，为什么啊？我们先从这个冷泡茶跟热泡茶的冲泡方式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了。冷泡茶，所谓冷泡，它不是冷水，不是冰水，我们是用室温的水，长时间浸泡茶叶，将茶叶的内含物质浸润出来。冷泡茶的方式是，一般我们是用一个罐子加入原叶茶，然后加入室温的水，稍加摇晃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冰8个小时，让慢慢浸润的方式浸出来。所以我们喝到的茶会非常清甜，比较不会有浓郁或甚至苦涩的口感。热泡茶不一样，热泡茶是用热水或者是滚水，在短时间内将茶叶的内含物质萃取。一层一层的萃取出来，萃取茶叶的精华，冲泡萃取出来，所以这是最大的不同。所以就是等于冷水的话，就是让它慢慢的发茶，很慢对。然后热水的话就可以让它很快速的展开。是。那刚刚也是回归到你的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好茶要用热水？因为热水才是能把茶叶的内含物质一冲一冲的萃取出来。冷水对于茶叶来说，在内含物质比较难萃取出来它的口感，或者是萃取它的好的养分出来。所以为什么喝冷泡茶会很好喝？喝热泡茶会多层次，是两个最大不同的地方。我记得之前你有跟我提过，就是很多做成冷泡茶的茶包里面的茶通常都不太好。当然也有用冷泡茶的茶包，用好的茶包，茶叶也有。一般来说，茶包都会用制成茶叶后面的碎碎的这个碎形茶，天然就是我们在制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料剩下来的料去打成茶包，为了不要浪费这样子。你说的冷泡茶包，当然他们不太可能会用太好的茶叶，因为这是成本考量问题，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趋势，它会用好的茶叶来去做冷泡跟热泡都可以的，也有。因为大家越喝越懂，是不是？是没错。但是同样的茶包，同样的原料，热泡跟冷泡，如果热泡会很好喝，冷泡没有那么多层次，那是正常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它用冷水，它没有办法用冲泡的方式把它里面的东西快速萃取出来。所以茶叶还是要用热水泡，这是没有办法的。来聊聊这个我们一个差异比较好了，我们也请小编做一个表格给大家。好，冷泡跟热泡，大家可以看这个表格，好，来分析一下。冷泡就是用冷水，或者我们都会说常温水。那热泡当然是用热水，比如说从绿茶的70度高到高山茶的100度，泡茶方式不同。冷泡茶基本上我们会存5到8个小时冷藏。热泡茶呢，快速出汤，像是我们的普洱生茶，100度、98度、95度快速出汤15秒，到1分钟。那口感来说，冷泡茶它会清爽，不苦涩，甘甜，口感比较单一。热泡呢，浓郁，层次多，回甘度强，口感饱满充足。冷泡茶这个就讲到比较重要的咖啡因的多少，冷泡茶比较低，因为它没有热水的冲泡出来去萃取，因为它的内含物质没有逼出来，对，没错，就比较低一点。是，所以担心的人喝冷泡茶比较好。那热泡茶呢会比较高，因为它经由热水的萃取冲泡。再来是单宁酸，单宁酸是一个涩味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冷泡茶比较少。
所以它才会清爽甘甜不苦涩。热泡茶会比较多，因为它热水把所有的内含物质快速的释放跟萃取。体质也是会变化，是当然比如说当然当然比如说我今天就会觉得我特别的，就是身体会觉得特别燥热，那我就很适合喝冷的。是，对，但是有可能我今天又会觉得，哎，怎么感觉冷冷的？是，那我就会选择喝热的。然后也会去挑说，哎，今天适合什么样的茶类，然后茶类中的哪个地区这样子，没错，这很细，这可以聊到很多专业 pro 这可以聊到很多东西。是啊，对，专业级的在这边。好，最后一个保存期限了，保存期限以冷泡的茶来说，不要超过48小时。好，这样是比较好的状况。热泡茶当然是现冲现饮是最好的。好，这个比较差异表给大家参考。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判断一个茶它好不好的话，然后就是去看它热泡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当然，就是那个茶，我指的是我刚刚说的冷泡茶包好像不太好，是里面的东西好像不太好，是，但你就可以用热泡去尝出它的好与不好。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不管所有的茶，我们在评鉴、品评，在对比的时候，以专业的角度，我们都是热泡的，没有用冷泡去评鉴的。所以建议大家真的要去判断一泡好茶，用评鉴的方式去评鉴。要喝才知道。因为冷的话，是不是可以掩盖很多缺陷？没错。但是冷它没有办法，像刚刚讲的，我们没有办法把里面内含物质萃取出来。热泡酒精，它才能把好的内含物质全部好的坏的都全部拉出来，让我们在评鉴的时候，在喝的时候可以清楚明白好的什么地方，坏的什么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找巡茶，是，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巡茶之旅那一集，茶庄的老板他会选择用就是最高温啊，是他用快速炉去煮。最艰难的方式把它泡出来，就是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说它的茶真的很好，就是我的茶好到就是你用再怎么样苛刻的条件去凌虐它，都可以泡出很好的。它甚至酒精之后人就走了，对，隔了1-2分钟再进来，害我们很口渴。下次不要这样，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视频，还要继续拿出很好的茶。对，谢谢你的好茶，珍惜，谢谢。这么多问题啊，我们其实好像每个问题都可以单一做一个专题，我们会陆续的把大家常常提问的问题都尽可能的详细回答，并且呈现在大家前面。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知道、不了解、想要细问的，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整理出来更多的问题给大家。喜欢的就订阅、按赞跟分享，也可以支持我们。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